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上面没有主轴啦，直接就进入杂谈，杂谈就是主轴。又再一次在室内戴帽子，因为头发太乱啊。今天想聊什么？今天想要聊一下，我是在那个 Netflix 上面看了一个影片，我觉得还蛮赞的，它叫做《无限旅程》。它是在这个片是在讲无限，无限是什么东西？其实无限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无法想象的东西。那具体一点来讲的话，其实你可以想象是一个角度，然后这个角度呢再多一个点，它会变成这样，就是多一个角度，三面这样，对不对？然后它里面可以再一直增加点，它就是越来越多，三面变四面、五面、六面、七面、八面，最后呢，它变成一个无限。那它构成的一个圆，这个其实就可以被称为是无限，接近无限，那还蛮有趣的吧？不过它其实这部片里面有人提出啊，这个只是无限的一个影子而已，它不是真正的无限，它只是一个投影。毕竟我们是没办法抽离，然后去看到它的，因为我们没办法抽离去看到无限。就像猫没办法理解量子力学，然后我们人类也无法去理解宇宙跟无限这个真正的概念，但是我们能够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去理解我们能够理解的范围啦的范畴这样子。它里面还提到很有趣哦，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无限的前进啊，往宇宙去的话，我们会到达哪边？其实我们可能会回到原点哦。我们从地球出发往宇宙去，无限的前进的话，我们可能会回到原点。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因为就像从地球上往一个方向一直出发一样，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这样想，宇宙有没有很像一个像甜甜圈这样的东西啊？虽然宇宙是理论上啦，它是无限在扩张的嘛，但有没有可能它其实是有限的啊？如果我们有办法去无限寻走、无限的前进的话，就想到这些就觉得还蛮神奇的，很有趣，就感觉好像有限跟无限好像只是一线之隔的感觉。其实我们可以去想这些啊，其实也代表了我们的智慧也是有到一个程度吧。那其实人类大脑的神经元啊，它有像宇宙好像是银河星系，那就算这么多呢，其实客观来看它就只是一块肉而已。这影片里面有这样提到，我觉得还蛮好笑的。确实就只是一块肉啦，而且人类其实对于宇宙来说，真的就是微不足道的存在啊。宇宙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存在，因为对我们来说啊，相对于它，我们就像一瞬之间的东西而已。100年前、100万年前，我们人类不存在，然后100万年后，我们也不会存在。就好像这样讲好像有点悲观啦，但其实里面有一个那个科学家，他是说，他不觉得悲观，他反而觉得这样更能够跟宇宙连接在一起。他就是觉得说自己好像是这个宇宙整个无限的空间里面的板块里面的小小的一环这样子。反正一切都有终点，甚至连宇宙都不例外，这是他这样的说法啦。但是我今天刚好看了那个自说自话总裁，他讲的一个还蛮好笑，就是宇宙大爆炸之后结束还会再大爆炸，然后再结束再大爆炸，所以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另类的无限？它就是没有一个终点，说不定没有终点的终点也是有终点，对不对？不过有一个很讨厌的，有一个学者他在里面说，虽然就是一切都是会有终结，但好像没有意义，一切都没有意义，但他直到发生一件事情，他改观了，就是他找到了他老婆，他的真爱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那边看什么粉红泡泡，想怎样啊？好啦，无限的部分我就讲到这边。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看一下 Netflix 里面这个影片，它这就叫做《无限旅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接下来想要聊一下另外一部片，也是 Netflix 里面的 AI 相关。这部片叫做《地球未知档案：杀手机器人》，那它里面就是在讲 AI 的跟机器的操作，反正里面有讲到像跟 AI 对人类的影响，然后里面让我比较有记忆深刻的就是它其实有提到，他们有一些学者在用 AI 来避免那个毒物的分子，就是去驱避。但是他有一天某一个研究员他就突发奇想，想说
如果说是相反嘞，让他去找有毒的东西会怎样？结果他们隔了一天24小时之后去看他那个 AI 给他的数据，吓死人，就是好像有100万种的非常致命的分子的一些配方全部给他，然后他看到都吓到。结果那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的讨论舆论，就是真的是AI 这个东西啊，科技这些东西啊，真的双面刃，你可以把它运用在好地方来做人类的一些进步的动力去帮助，但用在坏的地方也可能是毁灭、侵略跟这样子，非常致命啊！就像核能啊，可以发电，也可以用来做核弹。然后它里面其中有一个公司，它提到就是它利用 AI 去训练战斗机。超酷的哦！它就是因为它学习能力很强嘛，它可以在它里面可以疯狂运算各种操作方式，然后作战的方式。然后后来他就去找了一个非常资深的军官去跟他 PK， 就是用人类去 PK AI 操作的战斗机，看谁厉害这样子。其实就像我们当初那个 Google 的那个 AlphaGo 吗？还是谁？什么忘了？反正就是他们去对战世界最强的棋王，然后打败那个棋王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当然，想当然这个 AI 所驾驶的战斗机就是完胜人类驾驶员。那这就想到非常可怕的地方，就是 AI 其实他们可以到非常非常强。那个军官好像参加了，那个军官好像飞行了250几次，还是参与了250几次的战斗，我有点忘了啦，详细数据我没有记起来。反正就是那个军官被打惨了啦，因为人类在战斗的时候会偏向从后方攻击嘛，那但是 AI 不会这样子啊，因为人类会去避免正面碰撞，就是所谓的胆小鬼游戏啦，就是如果说你去两个都这样对冲的时候啊，有一方一定要闪避嘛。然后但 AI 没有在怕，就是不会怕死，它不会说特别去朝后面去追击，因为后面追击就是为了让别人难以避开，它是可以直接在正面的部分就直接跟你缠斗，就是它不像人类，它没有那种很像怎么讲，很像阀值，就是一种开关，一种反正就很难解释啦，就是没有后顾之忧啦，它就是直接就把你打爆，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像 AI 驾驶的战斗机可以这么样的强悍啊。像一架战斗机就是可以抵过好多个那个真正人类的战斗机，那如果它真的上了战场的话，就几十架这种 AI 驾驶的战斗机去作战有多强，甚至几百架哦。我那时候就是被震撼到了，几百架这么超强战斗机，机器人驾驶 AI 驾驶，因为它可以运算，但它不会觉得是在杀戮啊，他就是觉得是一个，他只在执行他的程式设定给他的一个程序，他在执行他程序而已。然后最好笑的就是他里面那个研究员还提到这个东西呢，以后可以再投入台湾海峡，我觉得好好笑啊！居然提到台湾海峡，真的是亮点啊！就是台湾呢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是吗？啊，就是因为有一个老是想要动武的疯子在那边啊。好了 ，AI 这边就讲完了。最后聊一下正经话题，政治话题。就我最近刚好看了一个那个 YouTube 的影片，提到两岸的那个局势，就是美国一直在对台湾输送武力跟军火，造成了沦陷区的不满。所以他们其实都没有想过，那沦陷区他们自己一直在疯狂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啊、军备啊，然后扩张啊，然后整天在说随时要打仗、随时要备战这样子。其实，然后他们会觉得说，是美国在从中作梗，就是不想要让他们变成世界上最厉害的这样子。美国在眼红他们啦，不想要他们那么强啦。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毕竟美国它其实啊，那就是自始至终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嘛。它可以跟沦陷区，可以在沦陷区赚钱，也可以在台湾赚钱，为什么不要？就像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啊，美国也是为了美国自己啊。所以他们客观来讲啊，是不希望台湾发生战争的，因为最惨的情况，它会把整个世界都卷进去哦，整个世界的经济整个会非常大的损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对沦陷区有所谓的一中政策的理解，他们只表示理解哦。然后对台湾有台湾关系法，就是保证台湾能够保护自己，然后不接受单方面的改变现况。只是沦陷区就是它现在有一点点
不想要保持现况，就他好像没有把台湾吃下来，就是没办法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一样，就好像我如果没有穿拖鞋，我就不能出门一样。反正啊，侵略者在用力加强他侵略能力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防御的那一方不需要增加自己的防御能力吗？所以美国才会在这个时候去进行平衡，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啦。那假如说你今天觉得自己很乖巧，就是扮一个好人，就是说，好啦，我们不要惹那个霸凌别人的同学生气啦，我们就对他好声好气啦。那我们跟他签一个那个好了和平证书啦，就是你不要再打我了，这样子，你不要欺负我这样。他当然签啊，他当然签，只要你给他要的利益，他当然会签啊。那但是问题是，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出尔反尔的人，然后他随时只要他想要，他都跟你讲说，这只是一个这什么鬼文件，就是历史文件啦。好了，今天的影片就这边结束了。那喜欢这个影片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下次见，拜拜。